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苏薇因为丈夫背叛，在外养了小家，而无奈选择离婚。但这一次她没有带走儿子，因为她心里清楚，儿子是丈夫跟外面女人生的，而自己的儿子早就被丈夫给的一碗粥，而命丧黄泉了。苏薇望一眼正在秀恩爱的丈夫，还情人嚣张的神色，只是淡淡一笑：郭俊浩，既然你的心思不在家里，咱们离婚吧。好啊。丈夫眉头一挑，伸手揽上一旁的女人，凑在小脸亲一下，才说：钱和孩子你选一个。苏薇微顿一下：你是过错方，家里的财产咱俩一人一半，如果你有意见，那就跟我律师谈吧。现在的她早已不是30年前的苏薇，一心想要抚养儿子，给他最好的生活和来自母亲的疼爱。如今活过一次，苏薇只想远离这个渣男。而且人总要为自己活。嗨，你可想好了，儿子是你的命，你真的不要他了？而且儿子才1岁，你确定丢下他，我就能照顾好他？郭俊浩说的头头是道，惹得苏薇眉头一挑。不是说的钱和儿子我选一个？郭俊浩，你是出轨的那一个，我分你一半的财产，你难道还要讨价还价？见两人僵持不下，一旁的王一瑶打圆场了：俊浩，我觉得苏姐说的对，趁着现在时间还早，不如今天就把离婚证办了。他已经迫不及待住进300平的别墅了，而他并不清楚，这套大别墅还有200万的房贷，如果离开了苏薇，就郭俊浩的工作能力，很有可能还不起贷款。行吧，我也想早点结束。郭俊浩，你有问题吗？他无奈摇头，只能跟着苏薇去办离婚手续。才不过1天时间，他就真的自由了。但这不是郭俊浩想要的结果，他一心想着苏薇会死命带走儿子，这样一来，他就能过有钱有闲的生活，还可以时不时地跟前妻藕断丝连，借着看儿子，再问他讹一些钱。可现在一切都变了，就让他眉头紧皱了。郭俊浩，离婚手续办完，你还欠我50万，记得在规定时间还我，不然你会被律师找上门的。家里最大的财产就是这套别墅，郭俊浩不想卖房子，那就只能分苏薇一半的首付。离婚协议上写得明白，如果半年之内不能还钱，就要强制收回房子。这样的结果，郭俊浩将会一无所有。薇薇，你也知道的，我是一般的打工人，半年之内肯定挣不到50万，要不你再容我2年，行吗？苏薇鄙夷的一笑，既然没有能力，那还有脸在外偷情？郭俊浩，你是一个成年人，做错事就要勇于承担结果，我没时间跟你耗。半年后，你要是不能给钱，我就只能找律师收回房子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最后卖了钱，我会按一半分给你，至于是多少，那就看天意了。你变了，薇薇。郭俊浩无奈地叹口气。我变了吗？那也是你逼的。郭俊浩，你在外拿着我的钱，找情人养小家的时候，可有考虑我们的情谊？这都是你该有的下场。说完这话，苏薇一把推开面前的男人，转身离开了民政局。苏薇开车去了闺蜜家，门刚打开，她就一头扑进闺蜜林娇的怀里。我真的又活了。说啥傻话呢？林娇温柔地轻拍她后背，眼神里的关心让苏薇再次抱她一下。林娇，
我们有20多年未见，真的好想你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林娇把他带进客厅，递过去一杯冰水，才又说话奇奇怪怪的，到底出啥事了？苏薇喝了半杯水，才终于冷静下来。林娇，我这几天躲着不见人，其实办了一件大事，我跟郭俊浩把婚离了。早就该离了，你要的孩子，还是我只要的钱。林娇满意地竖起大拇指，转身去给两人倒的红酒，为你正确的决定，我敬你一杯。苏薇喝一大口红酒，脸颊微微发红了，望着橘黄头顶的灯，傻傻的一笑。林娇，人再活过一次，才会醒悟很多事，除了自己，其他的都是浮云，一切都不属于你。那我呢？林娇好奇地问。我们一直是最好的闺蜜，只可惜你后来去了国外，一直定居在那里，直到我死那天，也没有再见到你。他不禁深吸一口气。林娇笑着轻柔地安抚他，你最近一定是太累了，我去做晚饭，你今天在这里住下，我们好好叙叙旧。好，不过明天一早，我最早的一班飞机要去见一个人。谁？是被我亲手埋葬的人。林娇听他越说越离谱，摸上雪白额头，不发烧啊？怎么一直在说胡话？微微，你是不是被郭俊浩气毁了？要不我带你去看下医生？你这样，我真的很担心。苏薇安抚的一笑，林娇，我真的没事，放心好了。那就行，我去做饭，你自己先喝着，但别喝醉了。好，我等你一起喝醉。苏薇笑着走向落地窗，望着外卖的灯红酒绿，竟突然觉得恍如隔世。或许谁也不会相信，现在的苏薇是从30年前重生回来的，因为一场重病，亲生儿子伙同前夫把她从豪宅赶出来，不仅如此，更是将她丢弃在满是冰雪的地上。她想回家找他们理论，却因为神色恍惚，竟然走反方向，天空的鹅毛大雪导致人的视线模糊，而苏薇因为躲避不及，竟被迎面来的货车直接撞飞出去数米，还没感觉到痛感，人就香消玉殒，死在雪花飘落的寒冬里了。而属于她的一切，就这样被前夫和儿子，以及前夫的情人登堂入室地住进别墅，成了新的主人，而自己却惨死在雪地里。若不是好心人帮他收尸，估计自己死后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，才是真的惨。每每回忆到这里，苏薇就心颤得厉害。她慵懒地收回视线，歪头望向茶几，闺蜜已经做好一桌子菜，正笑着朝她招手，赶紧过来吃饭，做的都是你爱吃的。林娇，我明天就要去外地，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好，咱俩都好好的。两人端起酒杯相视而笑了。微微，你是去找秦雨婷吧？我发现你的飞机票落地是她所在的城市。林娇淡然一笑，苏薇也不回避，淡淡一笑，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我突然觉得唯有他才是一直对我好的人。林娇，你知道吗？这男人到现在还爱着我。我想，既然自己离婚，不如给彼此一个和好的机会。或许当时分手的理由真是一个误会。我赞同你，微微，你长得好看又有能力，是该追求自己的幸福，而不是为了爸妈的满意而结婚，到头来还是梦一场。听林娇的话，苏薇激动地抱住她，两人安慰着彼此。许久，
苏薇才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林娇，你相信人有轮回转世吗？虽然没在我身上发生过，但我相信。它确实存在。”林娇笑着望向他：“微微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突然离婚，我只是伤心过度。不过从今晚过后，我就是一个全新的苏薇，满血复活了。”不仅如此，苏薇还要去追寻自己的幸福。隔了30年，不知再见秦雨婷，是否还会心动？林娇喝到有醉意，才低声开口：“微微，你没有要孩子，我很意外。我在意外中得知，儿子不是我亲儿子，而是前夫情人的孩子。至于我的儿子，早就死在了医院里，被他亲爸用一碗粥给打下来，而他们趁我昏迷时将孩子换掉了，瞒得我好辛苦。”听完他的话，林娇深吸一口气，安抚地拍一下他后背：“微微，你这3年婚姻经历的到底是些什么事？去外地散散心也好，最好是找个男人谈恋爱，也好走过这段阴霾。不过你们已经分手好几年，秦雨婷她还单身吗？”苏薇点头：“我都打听好了，她这几年没谈恋爱，一心都在事业上，才创业5年就成了一家公司的小老板。你是上市公司高管，不比她差好吧？别妄自菲薄。”苏薇自信的一笑：“女人再优秀，还不是被丈夫背叛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第2天，从闺蜜家里离开，苏薇就去了飞机场。几个小时飞机下来，终于落地新的城市了。她望着零散飘落的雪花，嘴角一扬。与她相识时，就是在一场大雪中，现在重生回来找秦雨婷，又是遇到下雪天，希望是一个好的预兆。“苏小姐，这是租房协议，您要是没意见在上面签字，这套房子就是你的了。”苏薇望一眼中介，对面的人不知道是我租的房子吧？她担忧地问。中介小姐姐郑重地点头：“您放心，我们保护租房者的个人隐私，关于你的一切信息，我们都不会轻易透露。”“好，那我签。”苏薇送走了中介，就笑着走向阳台。望着对面的阳台，她抿嘴轻笑了。想不到才1天时间，自己就住在秦雨婷对面，这种近水楼台失而复得的感觉真好。老天果然不会辜负任何一个人，从哪里失去，就从哪里再爬起来。相爱的人总会是能在一起的。好久不见。瞅着他下班回来，苏薇故意地拿着垃圾出门，与他撞个满怀，想着来一出久别重逢的戏码，竟被秦雨婷稳稳地推到一边，冷眼看他才说：“苏薇，你已经为人父，应该注意影响。我离婚了。你凭啥认为我会跟一个离婚的女人纠缠不清？”他鄙夷的一笑，深邃眼里的瞧不上，让苏薇受伤的一蹙眉：“我没想纠缠，就是偶然遇到打声招呼。秦雨婷，当年是你有错在先，现在还趾高气昂的，你也太霸道了吧。”他委屈地叹口气。本以为秦雨婷会心疼的，出声哄他，结果他竟猛地将人抵在墙边，肆意一笑：“苏薇，你不听我解释就提分手，转身就嫁给郭俊浩，你对待感情的凉薄，只配我这么对你。若是不想看我臭脸，赶紧走。”苏薇借着两人靠得很近，踮起脚尖，在他薄唇亲一下，才笑着说：“我偏不走，而且我还告诉你，我就住你对面，欢迎你来我家做客。”说完，他扭着纤腰走出单元楼，将身后的人
远远地甩在身后了。秦雨婷无奈苦笑，过去3年，她还真一点没变。几天后，在公司的办公室，秦雨婷拿着她的简历，扫一眼站在面前的人儿，冷厉地开口：“苏薇，你真的离婚了？”他淡笑地凑近办公桌，趴在上面贴近他脸前。秦雨婷，我做的事、说过的话都是真的，不信你可以找人调查我。我没那兴致，说吧，非要来我公司上班，有啥企图？他不相信苏薇仅仅是为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，凭着昔日的上市公司高管，甘心来做一个销售助理。某人的用心让他察觉到一股阴谋。苏薇淡然一下，想要抽身站好，却被他扯住胳膊。既然挣脱不开，他直接吻上薄唇，不过是轻轻一吻，秦雨婷果然放松警惕的松手，而他也安然脱身了。只不过他似乎小瞧了秦雨婷，在他要离开时，他单手攥紧了纤腰，霸道地加深这个吻，直到他气喘吁吁，才终于松开手，还一脸玩味的调侃：“苏薇，想要当我的情人，你还不配。谁要当你情人？我是想跟你和好。秦雨婷，你这3年一直单身，难道不是因为忘不掉我？”苏薇刚说完，秦雨婷就肆意的一笑：“我忘不掉你？真是可笑，你都是2婚女了，还做这样的春秋大梦。苏薇，我现在就当面拒绝你，即便我这辈子孤独终老，也绝不会再要你。人一旦轻易放弃过，再想吃回头草，那就是痴心妄想。”被狠狠数落一顿，还来不及辩解，苏薇就被保安轰出去了。因为心里难受，她去了附近的酒吧。就在喝得微微醉时，一个男人走过来，伸手搭在她肩上：“我瞧你心里难受，不如哥带你出去耍，散散心，好吗？”男人的声音都透着一股子违心好索。在苏薇把手给推开后，男人再一次凑近，竟然直接将她抱住：“乖乖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别拒绝我好吗？”“不好，再不走，我叫保安了。”“音乐这么大，人又多，你尽管叫吧。”男人更加放肆起来，原本以为胜券在握，却被苏薇手里多出的刀子吓得男人松开手：“你这是干嘛？我一个女人出来喝酒，没一点自保能力，你以为傻吗？”话刚说完，苏薇就看到由远而近走来的男人，拿起桌上的红酒，一口给喝光了，还一脸胆怯地说：“这位大哥，求你放了我吧。”“啊！”男人一脸的蒙圈，竟还被塞了一把刀子。就在两人僵持时，秦雨婷从身旁经过，却丝毫未停，直接走远了。“你在追这个男人？”男人低声问。“要你管！”苏薇着急去追秦雨婷，谁料竟被脚底的酒瓶子绊倒，正好摔倒在他脚边。“救我！”秦雨婷冷眼望向一旁的男人：“是你推的他？”男人吓得摇摇头，趁着他抱人的时候，拔腿就逃了。秦雨婷见人昏迷了，抱起来走出酒吧，把人丢进车后座，想要轻拍他脸，谁成想人还是依旧没响，怕他被摔坏，秦雨婷直接把人送去医院。翌日清晨，苏薇醒来时已经是接近中午了。他扫一圈屋里的环境，又看一眼坐沙发里打盹的女人，轻咳一声，女人终于被吵醒：“苏小姐，你醒了，你认得我？”女人点头，笑着走进床边：“我是秦雨婷的助理，是她昨晚打电话
让我来医院照顾你的。那他呢？听这话，苏薇有些委屈，自己都伤成这样，他居然忍心丢下走人。那之前的山盟海誓，以及上一世时临死前跟自己说的情话，还有把家产都送给自己的举动，难道不是说明秦雨婷心里还深爱着他吗？女人先是介绍自己，说她叫周小敏，才又把话聊到秦雨婷身上。苏小姐，我们秦总好想要陪他女朋友，所以把我叫来了。那个，你要是没啥事，我就先去上班了。等一下。苏薇将昨晚逛街买的小礼物递给周小敏，一是表示感谢，二是想在她身边放一个自己的人。苏姐，那我有空再请你吃饭。行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周小敏从病房出去，就偶遇到秦雨婷，她手里提着几个打包盒，递给她。不着急回公司，就说你想陪她吃午饭。秦总，既然你关心苏姐，为何不自己进去？明明是你陪的她一整晚，而我是早上8点才来的。周小敏狐疑地问。秦雨婷微微蹙眉，才说我和她关系很僵，还有让你带薪休假3天，别给我惹麻烦。周小敏接过打包盒，就推门又走进去。苏姐，秦总让我来给你送饭。一时嘴快，竟说吐露嘴了。苏薇一脸笑地盯着他。小敏，你们秦总现在是不是就在门外？秦小敏不想撒谎，只能点头。谢谢你，小敏。苏薇穿好衣服，就小跑着出病房，而秦雨婷刚好走到电梯门口，被他扯住衣角，委屈巴巴地盯着他。秦雨婷，你来都来了，不如送我回家呗，自己打车回去。他直接对回去。苏薇也不恼，挽上他胳膊。秦雨婷，我就想你送我，你们刚才的谈话我都听到，昨晚是你照顾的我，而且那个吻，他就说自己做梦被强吻，原来是他真的在身边，而那个吻也是真切存在的，就让他心里美滋滋了。上车吧。秦雨婷打开车门，苏薇笑颜如花地坐在副驾驶，车子缓缓行驶在路上，这么侧面地盯着秦雨婷，只觉得他真的好帅，让他一秒就犯花痴了。下车。才刚到小区楼下，秦雨婷就开始赶人。苏薇不恼反笑，凑近地扯一下他衣角。我们住对门，都已经1周了，不如今晚去我屋里坐坐，我给你包饺子吃。苏薇知道他最爱吃韭菜鸡蛋的水饺，想着今晚给他露一手，要想挽回男人，就要拿捏他的胃。算了，我一会儿有朋友来，你也折腾一天，该回家好好休息了。那我睡2小时，晚上去给你送水饺。苏薇临下车前，凑在俊脸亲一下，才喜滋滋地往单元楼走了。一想到今晚注定是不寻常的，他心里就像含糖一样甜。趁着天黑，苏薇包好水饺，摆一个风情万种的姿势，就去敲对面门了。只可惜开门的竟是陈可宁，一身精致的装扮，见人是他，惊讶到蹙眉。苏薇，你不是在老家？听说休产假带孩子，怎么突然在这？陈可宁，让一下，我要进去找秦雨婷。你都结婚了，还想进未婚男人的房间？更何况我和雨婷的关系，真不方便让你进来。陈可宁把这门摆明不想让他进来。就在两人僵持时，秦雨婷从书房走出来，扫一眼两人，缓步走来。
我都说了，不用你来送水饺。苏薇，你这是惹人烦。你为他而将我拒之门外。苏薇冷声问。这一刻，竟觉得自己很卑微，还有些给女人丢脸了。原来一切是会变的，就如同他能从30年前重生回来，秦雨婷也可以突然不爱了，这没啥不能理解的。见他不语，苏薇扯嘴苦笑。秦雨婷，陈可宁挺适合你的，毕竟在3年前你们就已经勾搭在一起了，现在还在我面前装清纯，实在没必要。苏薇说完，就转身将一盒水饺直接丢一旁垃圾桶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真情付出都喂狗了，更何况他们分开3年，苏薇真不该拿上一世的感情来衡量现在的秦雨婷。她烦，自己也累了。与其把时间浪费在不爱你的人身上，苏薇更想回到职场，做一个有钱又潇洒的人。女人何必依附男人，单身一样过得自在随性。从秦雨婷门口回来，苏薇就在收拾衣服，想着趁早离开，省得见她生厌。深夜时，苏薇刚要关台灯睡觉，就被门外敲门声惊到。谁？是我，苏薇。听到熟悉声音，她又从猫眼看向外面，果真是秦雨婷，打开一道缝。怎么了？让我进去。秦雨婷刚开口说话，就迎面扑来浓郁的酒气。有事就这样说吧。她微顿一下，才声音低沉地说，我请你吃宵夜，正好跟你说个事。要是解释今晚的事，那就没必要了。秦雨婷单手将她扯进怀里，低头强吻上粉唇，直到两人都气喘吁吁，才终于趁虚而入地闪进客厅。在关上入户门的刹那，他眼神灼灼地盯着苏薇。当年你说走就走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，现在我不过是让你尝一下被忽视的滋味，这么快就想打退堂鼓了。他笑得有些邪魅。苏薇用手撑开两人的距离，才淡笑地说，秦雨婷，你大晚上来找我，不会只为了解释吧？给我下盘水饺吃，求你了。你先吃还是我先吃？他笑着又问。秦雨婷似乎明白了，弯腰将他抱起，凑在唇边亲一下，才玩味地说，那就忙完再吃。苏薇是被扔在床上的，刚要发火，就被秦雨婷轻身压过来，强势而霸道的吻，让她根本无力逃避，只能被动地承受他给予的一切。一夜都未消停，直到天空露出鱼肚白，秦雨婷才慵懒地将他抱在怀里，凑在唇上啄一下，才低哑地说，微微，我装不下去了，咱俩和好吧，等睡醒再说呗，困死了。苏薇话是这么说，但当秦雨婷沉沉睡着后，她轻手轻脚地起床，穿好衣服后，就提着行李箱从家里逃走了。她不是故意吃干抹净逃的，而是觉得与秦雨婷在一块，总会有陈可宁阴魂不散，让苏薇本能地想躲一阵了。秦雨婷醒来时，望着空下来的身侧，不禁苦涩一笑，苏薇，我看你能逃哪里去？他分分钟就能把人儿给抓回来。坐上出租车，苏薇报好地址后，就打算闭眼补觉，毕竟需要2个小时的路程，睡一觉后正好可以去新公司报到。砰一声巨响，将他从睡意里惊醒，望一眼惨不忍睹的画面，苏薇才知道是出租车和对面的私家车撞一起了，幸好没有人员伤亡。
可是当他从车里下来，就觉得后脑勺一阵的疼，伸手摸一下痛处，就看到一丝血迹，吓得他直接晕过去了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司机一脸焦急的想要唤醒苏薇，却听到身后传来男声：我是她男朋友，把她交给我吧。我怎么能信你？司机很负责任地反问。秦雨婷从钱包拿出两人的合照，苏薇甜美地靠在他肩膀，只是看眼神就能知道他们彼此相爱。行吧，你把他带走吧，不过这车钱我替他付了。秦雨婷转完车钱，就抱着苏薇上了他的车，往最近的医院驶去。3天后，苏薇才悠悠醒来。她望着坐身旁的秦雨婷，心里有了逗她玩的心思。调整好情绪后，怯生生地开口：我脑子好疼。薇薇，你只是后脑勺轻微受伤，不碍事的。秦雨婷看她醒来，温柔地抱住了她，却被苏薇反手抱住宅腰，一脸慌张地说：秦雨婷，是你说的，大学毕业咱俩就结婚，你还算话吗？他一听这话，望一眼身旁的医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程医生用手扶一下眼睛，才慢悠悠地说：可能是脑震荡后遗症，失忆了呗。秦雨婷，我为什么在医院？谁失忆了？他痛苦的表情让秦雨婷心疼的再次抱住他。薇薇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我们出院回家吧。好啊。秦雨婷跟着程医生走出病房，在关门后才拽住好兄弟：他到底怎么了？我看过他的片子，一切正常，可能是装失忆。老秦，你的机会来了。他真的没事？他还是不信地问。程医生点点头：我用一生幸福发誓，他真的没事。还要不要办出院了？当然办出院。秦雨婷办好出院手续，就推门走进病房，看着苏薇已经早早地坐床边等她了。秦雨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她点头：我们回家吧。苏薇亲昵地挽上他胳膊：我们大学毕业后是同居在一起了吗？你是知道的，我有多迫切地想娶你回家。听他吐露心声，苏薇感动得眼眶泛红，踮起脚尖，在他薄唇亲一下。秦雨婷，但我依稀记得，你身边有一个扎马尾的女孩，她到底是谁？秦雨婷微微一愣，才低沉地说：那是陈可宁，陈校长的女儿，她只是我的大学同学。薇薇，你不会吃醋了吧？我不应该吃醋吗？他委屈巴巴的神色让秦雨婷心里慌了，忙温柔哄她：薇薇，是我不好，没有让她与我有边界感，对不起，从今以后她不会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苏薇感动地攀上他脖子：秦雨婷，你果真最爱我，那我现在到哪一步了？订婚还是领证了？或者说我们已经结婚了？他故意问，只想探知一些秦雨婷的真情实感，毕竟人在病人面前最容易放松警惕。只是同居在一起，等我的公司步入正轨，咱们就举行婚礼。你是想要世纪婚礼，还是童话般的婚礼？薇薇，你想要的，我都想满足你。回到家，本着上车饺子下车面，今晚秦雨婷给他做的牛肉面刚端上桌，就听到敲门声了。是你？看到是陈可宁，秦雨婷有些意外，早就打过电话，两人以后不再是合伙人，也就没必要再见面了。而他又颠颠地跑来，让秦雨婷眉头一皱：雨婷，我听说薇薇生病，
特意过来看他。他将手里的保养品放在柜子上，才走近坐在沙发里的苏薇。微微，你还好吗？见到你就不好了。哈哈，还会跟我斗嘴，那就代表没事。陈可宁包好一个橘子，递给苏薇。微微，我认识一个疗养院的院长，要不我陪你去呗。苏薇挽上秦雨婷的胳膊，笑望着她。你舍得我离开吗？不舍得。秦雨婷当着陈可宁的面凑近吻一下粉唇，如此的亲昵让她脸色都变了，但还是挤出几分笑。雨婷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为了微微好，毕竟失忆可不是小事，说不定脑子里有淤血，在医院保养身体也能尽快恢复记忆。他说的头头是道，但秦雨婷并不这么想，她倒是希望苏薇一直这样，两人就能和好如初，没什么比重新拥有她更让自己喜悦的。她此时此刻才终于明白，离开苏薇这3年，自己过得如行尸走肉。人一旦体会那种美好，就再不想失去，更何况现在苏薇对自己的迷恋让他心动不已。陈可宁，你先走吧。秦雨婷只想赶人了，因为破坏他们感情的人，她是一刻也不想见。雨婷，如果不想去疗养院，微微可以去我家的，我会一直陪着她。不用，有我在身边，她才能安稳地睡觉。陈可宁，我送你出去。秦雨婷打开门，见无力挽回，陈可宁只能走出屋子，望着与他一起出来的人，笑盈盈地说：雨婷，是我考虑不周，你别生气。关好门。秦雨婷才冷声地说：陈可宁，以后别再来了。雨婷，你答应过我爸，会照顾好我的。他委屈的眼眶微红了。秦雨婷无奈苦笑：陈可宁，陈校长是去了国外，不是没了，所以有很多事你不能一直执拗，有事你还是要找爸妈的。可我一直喜欢你，守着你这么久，而苏薇提出分手就结婚，现在离婚了，又回头装失忆找你，你就真的全盘接受？首先，微微是真的失忆了，其次，就算她结过婚，在我眼中也是最好的。而且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听完他的话，陈可宁脸色泛白的一笑：秦雨婷，你还真是傻。他转身走了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落，很快就把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坐到车里，陈可宁才敢放肆地哭起来。或许从今天开始，他是真的失去秦雨婷了。晚上睡觉前，苏薇洗漱完后，直接就走进客房，而秦雨婷紧跟着走进来，从身后环住她的纤腰，温情地说：微微，你是这个房子的女主人，怎么可以住客房？而且我们是恋人，你真的忍心跟我分床睡？苏薇转过头来一笑：秦雨婷，你真想跟我一起睡？她老实的点点头。见状，苏薇攀上他脖子，凑在耳边柔声说：跟陈可宁撇清关系，很为难吧？他们说的话，他凑巧都听到了。对于秦雨婷的深情，他心里始终暖洋洋的。秦雨婷凑在他肩头，轻咬一下，才悠悠地说：微微，装失忆很累吧？不如我们坦诚相待。说完，他弯腰抱起了她，大步走进主卧室，将人温柔地放在床上，才轻身靠近躺下来。苏薇想躲开，却被他大手一拽，稳稳地躺在他怀里了。微微，我想你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装的？他气鼓鼓地质问。程医生，
是我的好哥们，他是你的主治医生。你觉得失没失忆，他会真的不知道。是我太轻率了。秦雨婷凑近吻一下，是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。微微，你说的我们和好如初了，还算话吗？我离婚了，还跟前夫闹得很僵，你都不介意。他深情在雪白额头吻一下，你离婚说明是单身，跟前夫闹僵了，我再不担心你会甩掉我。微微，我都这么卑微了，你就赏我一次好吗？苏薇伸手摸上他的俊脸，笑盈盈地开口，秦雨婷，你猜我为什么来找你？因为你舍不得我。他摇头。因为你还爱我。他还是摇头。始终摇头，就让秦雨婷脸色微暗了。微微，难道你不爱我？我可是爱惨你了。苏薇受不了他的软磨硬泡，只能告诉他了。秦雨婷，你相信有预警的梦吗？见他沉默，苏薇又说，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里是30年后的场景。我虽然尽心抚养儿子长大，但当我生重病时，儿子伙同前夫还有他的情人，把我丢出家门外，让我死在了冰冷的雪地上。秦雨婷，你觉得我该不该离婚？当然应该离婚，可你没有带走儿子，就真的舍得？秦雨婷安抚地拍一下他后背，苏薇苦笑着摇头。我养的儿子，我以为是我亲生的，其实是我前夫和他情人的孩子，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对我。秦雨婷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因为一个梦而离婚太偏激了？他摇头，才有温柔地吻一下苏薇。微微，我爱你，支持你做的任何决定，只要你能留在我身边，我可以拿命来爱你。秦雨婷，以后你去外地出差，不许自己开车，能坐火车和坐飞机的，尽量不要坐出租车，懂我意思吗？我都听你的。微微，现在话都说完，我们是不是做些有意义的事？秦雨婷不等他开口，低头吻上粉唇，而苏薇也没扭捏，主动回应他的热情。今晚注定是浪漫而温馨的一晚了。一夜过后，苏薇想要回家一趟，却被秦雨婷再次拉回怀里，强吻过后，才柔声说，你就可怜一下我，让我一次爱个够吧。微微，你离开我3年，不得补偿这3年的遗憾。可是我想回家睡觉。秦雨婷，你总这样不眠不休，是人都承受不住的。对于某人的好体力，他无奈地苦笑。秦雨婷温情脉脉地盯着他，微微，就因为爱你，所以我才会疯狂。你之前还问我是否在意你离过婚，是否还会要你。我现在的所作所为，还不能证明一切吗？眼见劝不动，苏薇只能攀上他脖子，凑近吻下，才笑盈盈地说，好吧，你想怎样，我都随你。那就好好被我爱。秦雨婷再一次主动吻上粉唇，强势的纠缠，让他只能被动的迎合。温存了1天1夜，他们才终于抱在一起。秦雨婷还想亲一下，而怀里的苏薇早就沉沉睡着了。看着怀里累虚脱的人儿，秦雨婷幸福的一笑，心里暗暗发誓，此生再不会让他离开。1年后，在这1年里发生了很多事。秦雨婷把对面房子买下来，2家打通后，他们约会的地方就变得更宽敞明亮了。而房本直接写的苏薇的名字，就让他感动得眼泪汪汪。毕竟在上一世时，自己总是被算计的那一个，却从未想过最爱他的人
或许就是那个初恋的男人。两人的感情也在这1年的时间变得更亲密和稳固了。秦雨婷一直想早一点结婚，而苏薇却十分享受恋爱的感觉，所以在求婚环节，她已经被拒绝7次了，但乐此不疲的总在设计下一次的浪漫求婚。而苏薇也喜欢被他捧在手心的感觉，希望他们能一直过得幸福自在。往往很多时候会事与愿违，他们的幸福生活因为未来公婆的一通电话，让苏薇紧张的脸色泛白了。薇薇，你怎么了？秦雨婷温柔将她抱在怀里，凑近吻一下，却察觉出她身体在颤抖，心疼地抱得更紧了。薇薇，你放心，没人能阻止我的决定。可那是你爸妈，他们万一真的反对我们在一起，秦雨婷，我可以做你背后的女人，一辈子的那种，但你要是结婚了，我会悄声离开。这辈子他最恨破坏家庭的第三者，所以自己也不屑做这种事。秦雨婷深情扣住他的下巴，薇薇，你要是敢离开，无论到天涯海角，我都要找到你，我不在乎与你互相纠缠一生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我爱你，也只爱一人，希望你对我有一些自信，好吗？听了他的深情告白，苏薇笑着点头，好，我相信你。到晚上，苏薇跟着秦雨婷来到提前预约好的餐厅。她刚进门就看到坐秦雨婷父母身边的陈可宁，眉头一紧，只觉得某人出现很煞风景。雨婷，是妈妈请您来的。爸妈，这是苏薇，我的女朋友。大家都坐吧。长辈发话，苏薇和秦雨婷就挨着坐下来。一场家宴因为陈可宁的参加变得有些压抑了。伯母，听说薇薇很招男人喜欢，我见了也觉得喜欢。陈可宁淡笑着说。秦雨婷想骂人，却被苏薇握紧了手，示意稍安勿躁。而她淡笑地望向陈可宁，我是离过婚，也找了初恋的前男友，但比起总抢别人男人的女人，我觉得自己爱得光明磊落。我追秦大哥的时候，你还在给别的男人当媳妇。陈可宁不依不饶地反驳。眼看气氛变得凝重，秦雨婷轻咳一声，才说，陈可宁，这是家宴，你本就不该出现。说完，他又看向爸妈，爸妈，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如果你们能接受薇薇，就是多一个女儿，否则那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。这话让气氛变得更压抑了。许久，秦雨婷的母亲才挤出笑地说，雨婷，你恐怕误会了，陈可宁现在是我的干女儿，过后她就要出国去找她的爸妈，临行前吃顿饭，没啥问题吧？她母亲笑着走进了苏薇，薇薇，伯父伯母很喜欢你，这是给你的礼物。说完，她母亲将一个黄金手镯送给了苏薇，这波反转让两人都震惊了。苏薇笑着抱一下伯母，谢谢你送的礼物，可我的礼物也是金镯子。她羞红脸地说，只能说她和未来婆婆是真的心有灵犀。吃完饭后，陈可宁走到苏薇身边，望一眼身旁的秦雨婷，才挤出笑地说，看你们如此相爱，我只能放弃了，祝你们幸福。苏薇温柔地抱一下她，你这么美，一定会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。陈可宁，去到国外要好好的爱自己。嫂子。陈可宁终于放下芥蒂，接受苏薇是她的嫂子了。
人一旦放下执念，心里就变得轻松了。陈可宁订了当晚的飞机票，想着尽早开启自己的新生活。或许真如苏薇说的，他的白马王子会骑着白马在路边等他，如童话般的爱情，他似乎挺期待了。秦雨婷趁着爸妈都在，又一次求婚。苏薇见公婆都在，也只好先答应了。回家的路上，秦雨婷一脸得意地开车，坐副驾驶的苏薇有些委屈地开口：“秦雨婷，你竟然利用公婆威胁我，这次求婚不算数。无所谓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每年都求一次婚，直到天荒地老，我也不死不皮。”瞧他没皮没脸的样子，苏薇无奈苦笑：“秦雨婷，我好像是坐上贼船了，要不你停一下，我现在下车。”想得美，从你装失忆的那一刻，就注定逃不脱我的纠缠。微微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离开你是会死的，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，你真舍得我死？他委屈地问。苏薇用手抹平他的皱眉，才无奈地说：“我真不该招惹你。”但望向他的眼神却透着丝丝的情意，让一旁的秦雨婷傻憨憨的一笑：“微微，是我招惹的你。”秦雨婷在苏薇面前从不吝啬表达爱意，毕竟失而复得爱情，她只想好好珍惜，才不要再尝一下痛失挚爱的感觉。苏薇释然一笑：“没办法，既然被你招惹，那咱俩就只能纠缠到底了。微微，我爱你。”秦雨婷停稳车子，凑近亲吻她的粉唇，而苏薇也攀上她脖子，主动深情的回吻，彼此都尽力的在爱，谁也离不开谁了。安稳而幸福的日子不知不觉又过了2年，苏薇终于迎来自己的28岁生日。这一晚，秦雨婷又一次深情的求婚，现场的装饰都是她亲力亲为，直到苏薇到场，都是一脸懵的看着她拿着一束鲜花缓缓走向自己。在他们近在咫尺时，秦雨婷才低沉地说：“微微，我们交往的这3年，我总幻想着求婚成功，能娶你回家。你说过的会每年求一次婚，这才哪到哪。”他接过鲜花，抿嘴轻笑了。秦雨婷单膝跪地，将一枚钻戒举到他面前，才深情脉脉地说：“微微，嫁给我好吗？我答应你，就算我们结婚了，每年在不同的地方，我都会再求婚一次，让你永远保持对我的新鲜感，好吗？”“好，希望你一直能给我新鲜感。”他紧张地给苏薇戴好戒指，深邃眼里已经微微泛红。“微微，我终于求婚成功，让你做我的新娘，是我一生的追求。”哪怕再成功的男人，他想要的其实很简单，跟自己爱的女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而不像那些三观不正的男人，一有点钱就开始先换掉发妻，总觉得沉沦在花海才是男人的幸福。但他永远不会知道，有钱男人的身边坐的是同一个女人，那才是一种本事。正在一起家人开心祝福他们时，苏薇竟然看到一旁角落的前夫，在跟秦雨婷说一声后，就缓缓走过去了。“好久不见了。”他笑着打招呼。前夫郭俊浩猛然回过头，脸色泛白的一笑：“微微，我本想过来跟你和好的，结果竟看到你被求婚，看来我是没机会了。”他深深叹口气：“郭俊浩，你过得怎么样？”听闺蜜聊过一嘴，她的前夫如今过得很悲惨，
好像被公司辞退，情人卷着钱跑了，而他好像又得了白血病，人生彻底没了希望。微微，我很后悔打掉你的孩子，这都是过去的事。苏薇显然不想再聊往事，前夫微顿一下，才悠悠地开口：微微，你知道吗？王一瑶跟我的孩子，他不是我的儿子。他真的悔不当初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如果不是听了情人的话，亲手毒死自己未出生的儿子，现在得病，亲生儿子就能救他的命了。果然自私的人始终是为自己考虑。见他不接话，前夫想要握住他的小手，却被秦雨婷将苏薇挡在身后，一脸冷地说：郭俊浩，你的私心我心里最清楚，想要博取微微的同情心，你未免也太卑鄙了。你们又没结婚，我是可以追微微的。他不依不饶地说。见他们场面僵持着，苏薇安抚地朝秦雨婷一笑：我自有主意。好，我在后面等你。秦雨婷站远一些，但眼神始终盯着苏薇，生怕她被人欺负了。郭俊浩深吸一口气，才开口：微微，你可以不跟我和好，但我们在结婚时做过一个检查，你与我找的骨髓基本吻合，要不你可怜一下我，陪我去医院做一个具体的检查，好吗？不好。苏薇冷冷看他一眼，才又说：郭俊浩，你对我做的那些事，让我这辈子不想再见你。这是你给我的50万，我现在还给你，咱俩从此以后再无瓜葛。微微，我们只是离婚了，但昔日的情分还在，你不能把一切都抹掉，也太狠心了。郭俊浩居然不要脸的想要反咬一口，而苏薇早不是原来的样子，她是重生回到这里，自然是懂得对伤害自己的人善良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一想到前世被丢在雪地里，惨死在货车下，他的心就变得冷起来。郭俊浩，你走吧，你现在所遇到一切遭遇，都是你作恶多端的下场。可是，保安，他刚才想非礼我，请把他赶出去。苏薇朝着一旁的保安挥手，几个保安终于将郭俊浩带走，餐厅的气氛又变得温馨而浪漫了。秦雨婷眉头紧皱，一脸关切地望着他：微微，你不会心软了吧？他并非小气，而是担心苏薇的身体如果真的匹配，捐献骨髓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。苏薇笑着摇头，这是他咎由自取，是死是活，那是他的造化，与我们无关。秦雨婷，我们的婚礼恐怕要拖后了。为啥？你不会又反悔了吧？秦雨婷一脸的委屈巴巴了。我怀孕了，可不想挺着孕肚结婚，要嫁给你，自然要美美的穿婚纱，所以婚礼只能等到生完宝宝了。秦雨婷温柔地抱起他：我同意你的想法，但明天必须先去领证，不然我怕夜长梦多。话落，他低头吻上粉唇，轻柔的吻过后，才含情脉脉地又说：微微，谢谢你肯为我生孩子，让他在来年的婚礼上可以见证我们的爱情。全剧终。